本台消息，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我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感动。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袁宝航向苏联提供第一手情报，这是对我父亲最伟大的肯定。袁宝航是我们海城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情报人员，潜伏在国民党心脏长达7年之久，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咱们通州中学师生入校的第一课，就是参观袁宝航的事迹。他当时建学校也是从教育入手，想兴国图强。当时呢，很多日本浪人向东北输出了大量的鸦片等毒品，以此呢来毒害中国百姓。袁宝航对此极为愤怒，挺身而出呢，就组织成立了辽宁省去毒联合会，并亲自担任会长。我父亲把所有的毒品鸦片集中在小河堰销毁。我妈妈也带着我们在会场，那人呐，老百姓高兴啊，那都是全场欢呼啊，日本人气得不得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弟弟严明富，这是严明光。为什么叫我弟弟福，叫我光呢？光福就是打回老家去。我父亲在反对日本的横行霸道，他很多的场合，孩子们都去，我弟弟背在他的肩膀上，妈妈拉着我手，他说要受教育。1941年5月，袁宝航呢参加了一个国民党高层宴请德国军方代表的这样一个小型宴会。在这个宴会中他就得到这样一个情报：德国将于6月20日左右要进攻苏联。我父亲一听，这个太突然了，他就问孙科：“刚才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吗？”孙科讲：“是真的，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所以呢，他就假装的还在会场但是他急得不得了，他急得赶快报告周恩来，趁着大家不注意，他就赶快回家，就叫家里的李正文，他是我父亲情报班子的主要成员，叫他赶快找周总理赶快报告。苏联红军呢，终于在这个21日真正的警觉起来。这个时间呢，距离德国要闪击苏联呢，仅剩了24小时。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曾经在回忆录中呢，也记载过这件事儿他这样写道苏联红军总算得以在24小时之内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免遭灭顶之灾。关东军长期驻扎在这个中国东北，构筑了坚固的要塞和一些海陆空的防御设施。
武器当时也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因为他统跑中国东北一级。严保行通过当时的国民党国防部3厅的厅长呢，就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这个全部的绝密情报，将它通过中共南方局，然后经由中共中央呢通报给了苏联。这里面包括它的要塞、陆海空的布防情况、人员的安排情况、武器、弹药配置，甚至包括这个翻译的姓名这都有记载。因为这个情报掌握的非常及时，就是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进攻的实际上大大受短。他这一辈子日日夜夜冒着危险。我们家里还有一次，几乎全家都被逮捕。东北救亡指挥3个人被捕，徐仲航、李宇军还有个孙福起。李宇军受刑了，他大出血牺牲了；孙福起叛变了，但他不知道党的内容。徐仲航啊，实际上呢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他呢掌握着严家老店的许多秘密，一旦叛变，那后果呢就不堪设想。周恩来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当晚就赶到了严保行的家中，要求呢严保行和家人呢立即撤退。我父亲说，他们是中午被捕的，到现在没有动静，我这里没有任何动静，我现在不能动，绝对不能动。所以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是在我们床旁坐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心情，但是是最危险，牺牲就在今晚，但是他们终于勇敢地熬过了。他曾在日记中呢这样写道：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愉，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是我父亲一句话：为祖国，为党回老家去，随时准备牺牲。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中国优秀的地下工作者2战中的贡献。我们今天在纪念我们抗战的胜利，必须要想念这些无名英雄。